魏无羡瞥了眼蓝忘机，尴尬的笑着：“家里的床坏了。”哦。刘梅脖子后仰，一脸我明白的表情，拍了拍他的手，叫他放心，他一定不会乱说的。魏无羡看了看周围好奇的村民，心道：怕是也不用乱说了。待看热闹的村民们相继离去，魏无羡对着这张紫檀大床深感头疼。他们的屋子肯定是放不下的，他觉得蓝忘机也不可能会睡江城送的床，便把这床转送给了温宁。温宁的房间一直都没放什么东西，摆一张床绰绰有余。对于这个决定，温宁倒是很开心。他告诉魏无羡，这个床又大又软，从床尾滚到床头可以滚5圈呢。等他们搬好了床，打扫了屋子，魏无羡就听到那声久违的魏婴。他心知早晚躲不过，便强装镇定的回头。蓝忘机看他转身，以手握拳放在唇边，轻咳了一声，然后微微别开眼睛，表情似乎是有些苦恼。昨天的酒有点问题，里面好像有一些致幻的东西，会让人无故情动，所幸少量使用，对身体并无害处。我事先没有查明，便把它带了回来。像是剖白完后攒够了勇气，那有些躲闪的眼神慢慢又转了回来，和他温柔对上。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魏无羡刚刚一直在瞅蓝忘机的脸，想从他脸上找出些许生气的痕迹，全然没听他在说些什么。忽然听到蓝忘机的道歉，慌乱应道：不，是我的错，我昨晚喝多了。你知道我酒品很差，所以对不起。他只要是跟蓝忘机在一起，总有控制不了自己言行的时候，明明有些话不该说，有些事不该做，明明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，可他就是控制不好自己。说完这句话，房间里安静了很久。魏无羡不敢看蓝忘机，默默盯着自己的脚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像是在等待一个临终判决，心脏连着全身都狠狠地揪着，紧张的发不出声音。温宁见此状，飞快地道：地里的菜该浇水了，菜很多，我要浇很久很久，千万不用叫我。然后在魏无羡求助的眼神中，很不仗义的拔腿跑了。魏无羡见蓝忘机依旧看着他，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便知他还有话要说。果然，蓝忘机缓缓开口：还有一件事。昨天蓝忘机去找老刘买渔网，老刘不在，所以他很早就回来了。离村头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看到一群鹅在驱赶江婉莹。蓝忘机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思考自己要不要出手相助。先撇开江婉莹为什么在这里不说，依他的性子，如果在这么窘迫的情况下见到熟人，恐怕会更生气。果然过了一会儿，江澄直接抽出了紫电，神器一出，这些鹅都落荒而逃，走之前还拐过头对江澄骂骂咧咧。那紫电也只是象征性的在地上抽了一下，并不是真的要抽。想到这些鹅啄过魏无羡的手，他心里竟有一丝遗憾。之后江澄进了他们的小院，门外他听到他们的谈话声：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，想走自然随时都可以走，我和蓝湛不是那种关系。蓝忘机脸上很少有其他表情，可听到这些话后，那双清澈无垢的眼睛仿佛蒙上了一层灰雾，瞬间暗淡了下来。朋友不会拦着他，并不是没想过最坏的结果，但是当真相赤裸裸地摆在面前的时候，他依然会为此失落。他想起数月前魏无羡被金陵捅伤，躺在寒室休养时，蓝曦臣对他说的那番话：世间万物唯情自无可解。当时蓝曦臣并没有直接提他和魏无羡的事，而是聊起父亲母亲。他说母亲身上其实一直都有蓝家的通行令牌，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，或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的错父亲会为他承担，不忍心牵连无辜的人，又或许是为自己的行为赎罪。可另外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原因，便是他心中也有父亲，他放不下，所以即便他随时能走，还是没选择离开。父亲在保护母亲的时候，母亲也在用他的方式保护父亲。这世上的感情原本就是互相牵扯才能维和的。蓝家祖上不乏喜结良缘者，却总是多剥多拦，大概是先祖执意入红尘的结束。蓝安有言：若对一人心怀执念，便放手将那人从心底剜去；若那人走了，就再也不见；若那人留下，便再也不放。缘来则聚，缘去则散，坦然处之，如是己责。蓝曦臣认真地看着他，淡声道：忘机，若是魏公子日后执意要走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放手吗？真的要他放手吗？蓝忘机抬起羽睫看着魏无羡，平静地道：
我要回兰家了。也许是早已预想过太多次离别的场景，所以真的发生时，魏无羡看起来非常平静。也是，你在这里待了快3个月了，是该回去了。魏无羡指腹微微颤抖着，忍不住蜷起，变成拳状，好像在借此给自己增加一些底气。那你想好什么时候出发了吗？看着魏无羡略带些期待却又温和坚定的眼神，蓝忘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生气吗？倒不至于，魏无羡并没有错，他只是不喜欢自己。难过吗？他是真的难过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穿透他的胸膛，将他的心脏向外拉扯，那种痛苦真是旁人无可体会。魏无羡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，而不是挽留，大概在魏无羡眼里，这个他们一起建造一起居住的地方并不算他的家吧。时间定下来，我会告诉你。哦，魏无羡感觉心里一下子五味陈杂，到时候可以带点我们腌的咸菜给你叔父，里面放有野山参，对身体很好。离别的氛围让他感到不安，魏无羡无意识地说了些乱七八糟的话，然后又反应过来一起住的这些日子，蓝忘机给他太多照顾，而他拿得出手的竟然只有咸菜。蓝忘机心不在焉地应着，转过身打算出去了。魏无羡突然想起来什么，叫道：等等！蓝忘机身子一顿，眼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期待，转过头来：我带了点野果回来，是你喜欢吃的那种，已经洗好了，在桌子上放着。蓝忘机眼里的光瞬间暗了下来，点了点头。魏无羡看了看他，深吸了口气：蓝湛，你还会回来吗？蓝忘机微怔，沉默些许，反问道：你希望我回来吗？魏无羡没想到他会把这个问题抛给自己，嗫嚅道：当然，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盖的，你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。如果你不在家，就只能我做饭了。你也知道我做饭是什么样子，只会浪费粮食，而且那些鸡鸭都需要人照顾，他们一点都不听我的话。蓝忘机对这个回答显然不太满意，仍追问道：魏婴，那你希望我回来吗？蓝忘机很少有这么咄咄逼人的时候，但这次他强调了你这个字，魏无羡感觉自己的心重重的跳了一下，有什么情绪汹涌而出。他的世界因为他长久的离去冰封万里，荒无人烟，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努力开出了零星的花朵，而他的世界莺飞草长，春暖花开，却为一人久闭心门，孤芳自赏。现在他感觉自己的花园有了其他人闯入，而他的脚正踏向荒原。魏无羡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蓝忘机朝他走了过来，审视的目光在他脸上游走，似乎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破绽。他一个人寂寞燃烧了10余年，要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了，可魏无羡不行。蓝忘机一个眼神，一句话，甚至靠近他时身上若有若无的香气都能让他发狂。他很清楚，他抗拒不了自己对蓝忘机的喜欢，比起蓝忘机拒绝他，他自己的理智与感情的较劲儿更加难以忍受。那是他本能的自我保护在对抗本能的欲望，两方刀割相见，厮杀不停，将他的心折磨得伤痕累累。可一听到蓝忘机要离开，也许再也不回来时，两方瞬间停止了战争，一齐无声地呐喊着：不行，快留下他，留下他！为了隐藏秘密，他已经伪装太久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在蓝忘机面前变得如此小心翼翼呢？魏无羡眨了眨眼睛，斟酌了一下用词，道：我当然希望你回来，如果回来的快点就更。然后他便什么声音都发不出了，空气中有泥土和雪松混合的味道。院墙内，篱笆下，蓝忘机微微低下头，用吻替代了他的后半段回答。魏无羡皱着眉，敷上一层薄汗的脸像瓷一样白，他感到掌心出汗，心跳狂乱。当蓝忘机那柔软的嘴唇贴上他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屏气，生怕呼吸惊扰了这个薄如蝉翼的吻。虽然这吻远没有昨晚那样的激烈缠绵，但两人都明白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。就在魏无羡快要喘不过气时，蓝忘机放过了他，似乎还笑了一下。不过魏无羡没看到，他脑子里晕乎乎的，还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蓝忘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不舍，复又吻上去，这次亲得更加难舍难分。魏无羡感觉自己要喘不过气来。蓝忘机离开时，还在他下唇轻轻咬了一下，那微微的刺痛终于换回了魏无羡游走半天的神智。他微微张着嘴想说些什么，一眼却看到蓝忘机的身后，他们的院子里站着密密麻麻一群人，皆是头戴抹额，白衣若雪，而为首的蓝曦臣
正一脸复杂的看着他们。蓝忘机走过去合上了门，魏无羡反应了一会儿，又将门打开。开什么玩笑，现在关上门更奇怪了好吗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